这是为什么我站出来要说话呢？我希望我的说话和我今天的站出来，战胜了恐惧，战胜了害怕，然后呢，有利于真正的依法反腐，有利于国家的反腐，这是有帮助的。最起码我们上次节目播出以后，很多人发出的声音和语言，还有这个推上给我讲的话，让我很感动的，很有水平。我们不要搞这个民粹主义，我们不要以暴制暴，我们应该以最平和的心情来面对着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做出有利的事情，而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所以说，今天的这个第2集的播出，我发自内心的能希望所有的当事人和我这个事情有关的人能看到文贵的诚心。我没有任何这个要反哪个人，和反这个组织、反这个党、反这个国家。我真心的希望通过我说的话，我的事实能有利于国家的依法治国的推进和进步。刚才我说了，就我小的时候受的这种打击和待遇，那是无法想象的。我这个很多人最近找我，希望把我这个我的成长的过程，我弟弟为什么死亡，然后呢，我又如何从河南裕达3亿多美元建了裕达国贸，如何在国际上发展，然后又如何也建了北京盘古和政权，如何又是这个搞了这个民族证券。我非常的，原来我是低调的，我不希望任何人问这个话题，我想这个潜藏在社会下好好做我的理想的事情。现在我已经被迫现在站出来这个公众面前了，那我愿意负责任的把我的历史和经历希望能讲出来，事实讲出来，有利于大家了解这个中国的过去几十年来的法治环境，还有特别是现在在国内的企业家，说白了，国营企业和私人企业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私人企业很难生存的程度了。我就是最好的例子。我刚才说了，没有贷款，没有人支持，即使在河南这地方，我做了这么大贡献，现在我们公司里边被政府2级政府多次下文，任何官员不允许到我们去消费。北京盘古是多年来不允许官员去消费，这是不公平的，这是没有法律的。不是因为我们贵，我们有便宜的呀。那为什么是对私营企业的打击？这也是这是一种不守法的行为。包括就是我家人现在还在里面关着，还被抓，我的同事还被关，还被抓，这些事情，这都是无法想象的。这是为什么我必须要不顾一切代价不惜一切代价要站出来。我真心的希望咱们的网友们，还有这个今天所有的咱们海外的媒体，能给文贵一个公平的讲真话的机会。我也希望你们监督我、批评我，让我在这个我追求我的理想，这个中国依法治国的这个最高目标的这个路上，让我走得更稳一些。希望我能成功，因为我认为这是对大家的帮助。我的人生经历已经有资格、有能力来做这件事情，而且这是我未来的人生，我所有的目标。因为我不需要再去赚钱了，我更不会图名，那政治上更不用说，你让我当官，我宁可自杀。我就是一个目标，希望我的家人的死亡、家人多年来的恐惧和家人的这个现在的失去的自由和我所经历的事情，能告诉中国人，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依法治国。没有这个基本的社会的原则，我们大家都会没有未来，很危险很可怕。这是我发自内心的。这是为什么今天在民警电视，我对着大家说，我很兴奋。我就是想把这些真实的故事，我所经历的事情告诉大家。我希望未来就是你们加入郭文贵的 Twitter， 这个咱们在 Twitter 上多多交流，然后在第3集的时候，我们能讲出更多的事实上的证据，而不是真正的说有些网友说你爆料吧，爆料吧，不要这样的怂恿我，那样我会把我毁了，也把大家都毁了。我们还是最终要结果。这是我今天所有的爆料当中，我发自内心想要讲的。希望我的讲今天和说的话能给网友呢，能让你们满意。今天我很抱歉，因为本来大家可能期待比较高，关于傅政华的，关于什么爆料，因为我大家讲了，看结果，今天的不爆料，恰恰是今天最有价值的地方。如果允许爆料了，那恰恰的那就是可能是事情不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包括刚才明镜电视这个没被攻，大家应该悟到了什么？一定要支持国家的依法反腐，支持习书记、王书记、孟书记的反腐。只要我们冷静，只要我们不走极端，一定会实现我们的目的，而不是一己之私。明镜今天能顺利直播，这就是我们的成果。我希望这件事情在大家的努力下，还能平稳的进行下去。我再一次在这儿说，今天是3·8妇女节，因为我一说的比较激动抱歉。
这个，我希望所有天下的女人和母亲们、和女儿们、妻子们、姐妹们，你们3·8节快乐。我在我人生当中，我最尊敬的是女性，因为不论男的和女的，都是来自于女性的身体。还有一个，郭文贵想当个好男人，其中一条，我认为对我家的女性的回报，对我的员工的回报，就是寻找回我们的正义。不管任何事情发生，只要文贵活着，一定要找回到属于你们的公平和正义。好，谢谢小平先生。